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幸福这个话题。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，那幸福到底是什么呢？去高档的餐厅吃晚餐，考上名牌大学，去国外旅行，或者是中了彩票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可能抽烟喝酒，这些事情都可以让人感到很快乐。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只是快乐而已，而不是幸福。我觉得幸福和快乐就好像在英文里面 pleasure 和 happiness 的区别。快乐呢往往是由外界引起的，外界的刺激给你带来的快乐。通常呢这些快乐都是很短暂的。幸福呢是一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，一种来自内心的满足感。就比如说我超级爱吃冰淇淋，当我在吃冰淇淋的时候呢，我感到非常的开心，而且呢也会有满足感。但是冰淇淋带给我的满足感呢，是很快就会消失的。当我不吃冰淇淋了，就是我吃完了，这种快乐感就消失了。那也许为了得到更多的快乐，我会吃更多的冰淇淋。但是在这种你多吃冰淇淋这种情况下，你的快乐会不会延续呢？可能不会，因为马上这种快乐就会被一种罪恶感所代替。因为你的内心其实知道，吃太多的冰淇淋，并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，并且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，而且呢，也非常容易长胖。所以，冰淇淋带给我们的呢，只是快乐，而不是幸福。今天在学习法语的时候呢，听了一个 podcast 在中文呢，我们翻译成播客。然后在这个播客里呢，讨论了就是讨论了8个能够拥有幸福的特质。我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，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是不是有道理。今天呢，我只想讨论其中的4个，因为我不想把我的视频做得太长。我自己的经验呢是，当我在看一个法语视频的时候，我自己是很难集中精神，超过15分钟。就是如果一个视频超过15分钟，我就会觉得，我自己很难集中精神。所以呢，我尽量会把我的视频控制在10分钟左右。第一点呢，他认为幸福感是会传染的，所以呢，他建议就是我们要跟有幸福感的人在一起。如果你的身边都是幸福的人，那可能就是你也会被感染，然后变得幸福起来。对于这一点呢，我并不是非常的同意，因为我们经常也可以碰到说啊，周围都是看似很幸福的人，但是自己还是觉得自己很衰。什么是很衰呢？就是很衰，可能这个衰字，是从台湾那边过来的。可能是从台湾那边过来的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字。就是如果我说啊，我今天很衰，那就是觉得自己很倒霉的意思。那就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，就是你周围都是看似很幸福的人，但是你仍然会觉得自己很衰。那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更加的让自己更加低落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你看到周围都是幸福的人，你就会问自己，为什么自己不能跟他们一样？所以你可能在这种情况下，对你的情绪会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。那我觉得有另外一点是肯定的，就是说你身边如果都是幸福的人，你未必一定觉得幸福。但是呢如果你身边都是充满负能量的人，那你可能也会
也会充满负能量，这一点我觉得是肯定的。因为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一直说要远离身边充满负能量的人，或者是经常抱怨的人，因为这些人呢会带给你，就是真的会带给你非常多的情绪垃圾，所以呢，就是对你的幸福感肯定是会有影响的。第二个特质呢，就是从挫折当中复原的能力，或者另外一个词叫受挫力。中国有一句老话叫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”，它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人生当中你遇到的10件事情里面，可能有8件或者9件的事情都是不如意的。所以说，在我们人生当中，遇到困难、遇到挫折，其实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。那怎么从挫折和困难当中重新站起来，然后重新向前走，这个能力是变得非常的重要。有研究说呢，受挫力其实是一种源于童年的能力。这其实呢，也就引发了现在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父母教育孩子的问题。每个父母都非常的爱孩子，因为爱孩子，所以不愿意看到孩子跌倒。不愿意看到孩子跌倒呢，从而就过度的保护孩子，不愿意他们受到任何的伤害。那这种过度保护到底好不好呢？其实呢，很多专家都说，应该要让孩子从挫折中，学习，从挫折中成长，因为这种能力在他之后的人生道路，上呢是非常有帮助的。而父母的过度保护呢，也导致孩子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培养自己的那种受挫力，没有办法培养自己从困难中重新复原的能力。第三个特质呢，就是利他主义。有研究显示呢，那些非常具有幸福感的人，都会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，或者是用自己的部分时间，去做义工或者去做志愿者，就是那些没有报酬、不拿钱的活动。他们通过和他人交谈，倾听他人，给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建议等等，从这些活动当中呢获得快乐。所以说呢，其实给予这样的一个动作，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幸福感的。第4种品质呢，就是乐观。有一个非常耳熟能详的例子，就是看到一杯装着一半水的杯子。那乐观主义者呢就会说一半是满的，悲观主义者呢就会说一半是空的。中国歌手许美静有一首老歌叫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，其中有一个歌词呢，它是这么唱的，他说：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晴空。那如果我觉得这个歌词呢，是对乐观主义者一个非常好的诠释。如果你们想听这首歌的话呢，我也在 description 这里放了这首歌的连接，你们可以去听听看，我觉得还是蛮好听的。当然并不是说悲观主义者就是一无是处的。他们呢往往生活在压力当中，看待事物呢总是想到最坏的一面，做最坏的打算。这可能可以使他们更加的谨慎，并且做周密的计划来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从这一点看呢是好的，但是呢，确实，悲观主义者是相较于乐观主义者是更难获得幸福感的。
好了，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4个可以让人拥有幸福的特质。如果你想知道后面4个特质的话，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